其实高达 C 的新剧场版 Freedom 就说了3件事儿：第一，命运计划就是错的；第二，拉克斯和吉拉就是纯爱战士；第三，阿斯兰真可靠，飞鸟真可爱。咱们一个一个细说啊。命运计划是错的，这个算得上是整部剧场版的核心思想。标题是 Freedom， 也就是命运计划的反面，虽然俗，但也取得恰到好处。我前不久刚做过视频啊，列举了官方设定集中的各种原文来阐述命运计划的致命缺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之前视频啊。总之啊，官方给到的核心缺点就是：1. 以基因为唯一参考的强制管理的社会将要到来； 2. 职业选择的自由不复存在，而且啊，这种制度也解决不了人们对工作的不满； 3. 以在职的工作者会丧失自己辛苦获得的成就。该计划对现有社会的冲击啊是无法估量的。其实在 C 的 D 中，无论是给到议长的各种阴谋得逞的镜头，还是借由主角团之口说出的命运计划的不合理性，都是从剧中正面说明了该计划以及迪兰达尔议长的问题所在。只不过啊，有的观众就是喜欢阴谋论，就是喜欢四处宣扬所谓的黑料，所以啊，剧组才在设定集中进一步说明了命运计划的问题。然而结果就是这些人无视了剧中直截了当的解释，硬要自行脑补正义的议长以及拯救全人类的命运计划被腹黑拉克斯大魔王和战争机器吉拉消灭。你说他看剧就喜欢以偏概全，干脆直接给他看设定吧。他又说设定集里边都是后着不的，不听王八念经。这下好了，编剧直接拿出一整部剧场版，就是要重拳出击，直截了当的说明命运计划这种基于武力压制以及控制人生自由的东西，就是不应存在于人类社会当前的普世价值观中的。比如有人说命运计划是自愿的，尽管 C 的 D 中不愿接受命运计划的大西洋联邦总统都被议长给扬了，但他们啊可能是看剧理解能力比较差，或者记忆会间歇性断片，硬是要无视这一幕。这下剧场版倒好了，直接安排反派反复嘟囔，你不服我就拿镇魂曲干你奥布，就是要弄死你奥布。相信通过这样的描写手法，那些间歇性失忆的观众总不会再无视武力镇压的事实了吧。再比如大家都说生下来就定好了道路，只要照着走就是幸福的，剧组呢也是直接拿拉克斯开刀，拉克斯生下来就该跟黄毛配对，而且一旦配对成功还能统治世界。但对于拉克斯来说，这真的是幸福吗？太生动形象了啊。换到命运计划，就是你生下来就是应该当总统的料，权力够大了吧。可有人啊，他就是喜欢成天去网吧打电动，把他强行按到主席台上去演讲，他真的幸福吗？而且制作组也很巧妙，一上来先让主角团自我质疑，难道当年阻止命运计划错了？让支持命运计划的人啊有了充分的代入感，然后呢再在后面的剧情中就是各种错个屁就该弄死命运计划，可以说是真的把人骗进来杀。然后呢是第二点，很多动漫剧情虚无主义者以及阴谋论爱好者都会把拉克斯想象成处心积虑暗中操作，一步步上位夺得大权的恶女，而吉拉呢只是被他利用的棋子。俩人啊是看谁不顺眼就干谁，把议长干了以后解决世界纷争了吗？没有，这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剧场版关于这一点啊也是明说了，吉拉拉克斯这俩就是纯的纯爱战士。你说拉克斯为了权力算计身边人，那人家面对黄毛的一起统治世界的邀请可是完全不为所动啊。而且他满脑子里边只有吉拉，吉拉开心他就开心。换吉拉那边也一样，剧场版里的吉拉依然被克队当年说那句话所困扰，那就是他只会战斗，别的干啥不行。要么说克队真的是领先版本30年呢，后面的反派啊不过是克队理论的拙劣模仿者罢了。不过最后吉拉也想通了，自己可能确实不是干政治的料，但只要拉克斯开心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尔虞我诈，没有什么政治手腕。剧组摆明了说了，我们就是在拍偶像剧，你们别给他俩加这么多戏，人家俩谈恋爱关政治屁事儿。最后的第3点就是扶正了阿斯兰的形象，提高了飞鸟的待遇。C 的 D 中的阿斯兰啊，优柔寡断，磨磨唧唧，不是被女人纠缠，就是被兄弟硬刚，属实是跌份儿。然而剧场版中的阿斯兰那是纯的救火队长，吉拉要黑化，用自己的军体拳修正丫呢；反派要读心，用卡加利的身体震撼丫呢；主角要团灭了，没关系，阿斯兰会救他们的；敌人太强，没关系，阿斯兰会想办法羞辱他们的。甚至啊，他初登场时的音乐还有几分飒爽的瞎亚的感觉，观感直接拉满啊。再说飞鸟，基本上大多数看完 C 的 D 的对这个角色啊都不会太喜欢，但飞鸟其实是在原剧中偶尔可爱一下也相当讨人喜欢了。这下剧场版里边直接成了吉拉的小跟班了，一口一个大河队长，甚至阿斯兰修正吉拉时都想要上去护着点队长。对敌人啊那也是恶意满满，把主角团不方便展露出的敌意一个人包圆了。这种嘴臭小孩突然成为自己人，把对面一顿喷的感觉，不得不说是真的舒服。而且飞鸟那直肠子性格，对命运高达的热爱，以及在战场上不过脑子的战斗方式，基本承包了全剧80%的笑点。另外20%呢则是由下头狼和震惊亚瑟包圆。所以说呀，这部剧看下来基本上就是又打了一遍命运计划。但你说主角团给出什么和平方案了吗？没有。可
可话又说回来，为啥一定要给出呢？多少高达剧除了00全人类集体飞升，又有哪个剧真正解决纷争了呢？我倒是觉得放弃这些当代编剧根本不擅长的文戏，让情怀和喜悦充满整个影片，这无疑是这部剧场版最成功的地方，真是活该他拿下高达电影最高票房纪录啊！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